盘点原神冷门辅助5星篇。那说到5星辅助呢，一共就只有这么几位。如果我们把其中热门的辅助去掉，剩下的也就这么几个角色了，刚好4个常驻，3个限定。然后根据下一期幻想真境巨狮的要求，先看看水冰风这3个元素。在常驻角色中呢，水元素有曾经的常驻之光莫娜， 1.0 时期的绞肉机莫甘娜温有它， 2.0 时期的神墨外猫也有它， 1.0 到 2.0 时期各种核爆视频还有它。一句天命既定，我就知道视频里要打出我这辈子都打不出的伤害了。4秒 60% 的增伤，算是老一辈的增伤的神。但是现在角色的输出轴越来越长了，覆盖率遭遇到了打击，原魔的冻结抵抗也增加了，永动延长大法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且弗妮娜在增伤上一统天下嘛。如果是优中选优，莫娜自然就成为了备选。不过现在这个新的挑战模式出现，莫娜和爆发角色搭配还是能打出不俗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莫娜还是值得培养。然后神之眼归属地同为蒙德的秦团长，在封单之前基本上已经进入灰河生活了，但是随着弗妮娜的上线，迎来了属于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大招有一次爆发性的全对奶，凭借这个特性呢，为自己争取到了就业的机会。影夜服勤凭借舒适度快速出圈，我蒙德代理团长也绝非无名之辈嘛，妥妥排在5星封奶中的前2名。所以有减抗，有回血，而且还有一手隐藏的摔门教主身份，培养一个参与新挑战，使用面还是比较广的，我觉得不是很亏吧。接着是凉的和冰元素一样凉的77，在常驻的排名里也是常年靠后，因为他不产球，在充能上压力很大，而且战绩持续15秒，30秒的 CD 空窗期长得有些可怕。虽然说凭借着天空克洛琳德火了一把，但是这泼天的流量77没有接住，并没有紧接着出现其他的招牌队伍，那么火了一下又沉寂了，说明77真的是比较难就业。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战绩能奶全队，大招一开，不管前台还是后台的队友，只要攻击打到了原魔身上就能回血，所以算是一个以守为攻的角色。只要全队不停的输出，全队就能回血。那配合弗妮娜，另外加2个后台输出，然后77战场，可能是一个思路，就是比较抽象吧。我觉得培养77还是需要一些科研精神的，个人不是很推荐。那剩下一个常驻，须弥炒股第一人迪西亚，虽然下期用不到，但是我私以为迪西亚在常驻中培养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靠前的。以前组队的逻辑是需要一个角色能提高队伍的伤害能力，所以低频火、大招不能协同、伤害低、没什么增伤能力都是迪西亚的问题。但是现在数值膨胀了，不需要数值拐，反而需要一些功能性的拐，比如说元素的类型、反应的类型、抗打断、生存性等等。那再加上打法越来越偏向速切和接力了，迪西亚的使用价值就提高了不少。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灵命，不承担输出的责任，那随便带一个千岩套还能提供 20% 的攻击力加成，只需要升级一个元素战绩，提高一下伤害分担的比例就行，还是很有性价比的角色。命做高了以后，大招输出用来填补队伍的真空期，伤害也不难看，而且未来还有燃烧赛道。我迪西亚的骨架虽然不高，但势头良好，所以迪西亚我私货推荐一波的。那告别了常驻天团之后，在限定5星中呢，我把西格文排在第一，主要是它的设计思路比较适合幻想真境巨狮中配对和输出轴比较凌乱的战斗方式。不过西格文的天赋增益呢，只服务于后台战绩输出的角色，所以抽限定5星还是先得看自己有没有适配的队友。在接下去的水冰风元素中，能享受到天赋的队友有弗妮娜、星海、莫娜、莱伊拉、夏洛蒂、埃洛伊、77。虽然限制比较多，但作为一个比较新的角色，我觉得前景还是看好的。那同样也有队友限定的另外一位冰元素，我的小姨申鹤。那他的限制条件就更多一些，需要打出冰元素伤害才能让自己的辅助能力生效，不然就要和我组队，利用冰元素附魔找近战角色开拓一下就业面，真的就只适合冰元素专精玩家或者科研玩家了。那最后这一位对于队友没有要求，但对于环境有要求，只要给了环境就是神，不给环境就摸鱼的巴巴托斯。这个角色从身份到性格到玩法，我觉得属于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的角色，减抗加最强巨怪加染色回能，舒适度还是蛮不错的。虽然我已经歪了3次了，但我的抽卡计划里永远有巴巴托斯的位置。不过限定5星角色一般没有抽了放仓库吃灰的，都是有需求才抽的，所以最终还是看玩家自己的需求吧。如果真的是为了凑数，4星角色的成本可能还低一些。好的，我是提瓦特弟弟，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